欢迎大家收看 Ten Minute Mandarin。这段时间，世界各地都在讨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东西越来越贵、房租、食品，尤其是油价。国外媒体天天都在报道这个新闻。东西越来越贵，不只是一个发达国家的话题，尤其影响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看一看斯里兰卡和黎巴嫩现在的情况，不光物价贵，连很多货的来源都断了。但同时，世界上有些国家把物价控制得非常好，甚至有些东西反而在降价，这是为什么？我们去中国的一个大城市走一走，问一问大家的看法。这半年国外一直在讨论物价上涨的情况，你这边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吗？有注意到，它这个国外是因为这个疫情以来美联储持续放水嘛，导致那个通货膨胀，我记得好像是他们这个8%点几了吧，很厉害。然后我们国内这边相对较好，因为我们的货币政策的话没有采取大水漫灌，包括国内的话，刚好那个猪肉价格呢，然后也没有涨得特别厉害，所以目前国内的 CPI 还相对比较低，然后老百姓的生活影响不大，对。简单说说我们家那边的情况啊，因为前一段我们家也是受北方上半年有很多的那个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有那个封城啊，或者是集中隔离啊什么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家这个买菜呀，或者是一些日常用品的情况没有受到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国内其实物价的话呢，你看 CPI 基本上是压得住的，然后但你刨去猪的话呢，因为猪现在还是在一个比较低价格嘛，你刨去猪的话，通胀还是有一定抬头的，但你会发现主要的通胀还主要是粮食和原油价格吧。有，我个人因为经常开车，我觉得油价涨的是比较对我最冲击最大的一个，因为每个月加油还蛮心疼的，直接上升到10多块了，对。在国内一个超一线城市生活，除了住房，你觉得每个月最大的开销是什么？服装吧，也就是服装。对，平时在学校食堂嘛，我们也不常出去，平时学校也挺多学习科研任务的。对，也就是平时买衣服啊，顶多是这些啊，什么一些购物节。对。以外的话，可能就是说养车咯，你平时开车啊，包括现在停车费啊，当然公园这边有免费的停车位，挺方便，对啊，然后再就是说。像这种，再就刚才说的这些吃喝玩乐嘛，是吧？基本上就是开车和吃喝玩乐，可能对我来说占的比例大一点，对。还行吧，就我经常全国跑，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您是在哪个城市生活的呢？我在海南三亚。那边的物价会高吗？波动会很大，看你怎么活呗，就活成什么样就是消费成什么样了。有钱就多花点，没钱就少花点吧。就请朋友吃饭嘛，就请他们吃饭，请的比较多。然后就主要感觉吃饭还有买东西吧，就给女朋友什么买东西可能花的比较多。我现在的就是收入差不多嘛，约朋友吃饭啊，或者是看电影啊，这方面对于我来说我还好了，不会说开销很大。但是你说问我从哪方面的就是开支比较多的话，去吃饭啊，还有一个就是去逛街之类的。您会觉得每个月的开销够用吗？疫情之前是完全 OK 的，现在疫情之后，我们收入也减少了很多，就会稍微开源节流一点，对。你看消费水平呢，消费场所了，对就是说这个东西量入为出嘛，根据自己的一个经济状况啊、收入水平啊，对来合理的控制这个消费的一个总额嘛，对，不够用，就可能勉勉强强吧，这样子。钱永远是不够用的。我觉得是够的，对，因为我们是有一些助学金，学校会有一些助学金，然后奖学金，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可以，学校可以去做一些兼职什么的，对我来说是完全够用的，我们这边有数据显示，中国的物价还是比较稳定的。您觉得为什么我们能把物价控制的比较好、比较理想？跟我们的这个体制有关吧，就是说我们国家有这个发改委啊、价格司啊，他们会通过一些宏观调控来控制一些物价的一些上涨，当然也需要一些央行的一些货币政策的一个配合。你比如你像那个当猪肉价格上涨过快的时候，发改委啊他们就会出来，比方说通过投放这个国家储备来调节这个市场的价格，然后来引导市场的预期，然后让这个 CPI 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对。其实去拆物价，就拆 CPI 这个问题，其实核心一个是能源其实就是原油和电价嘛。其实这一轮能源问题从去年的6、7月份就开始了吧。去年6、7月限电潮，包括电厂，现在国内的火电厂基本都是亏损的。
大概到中报六七月，煤炭价格可能持稳下来，看长协比的话，电厂可能会扭亏为盈。但是国内对于民生电价这块控制的一直是不错的。因为这也是与社会体系有关嘛，就是因为这个电厂的这个电价没有那么市场化吧。我觉得这应该是就是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制度，不是说哪一个人吧，就是每个环节呀，包括就是像物产食品的这个定价呀，就是政府那边会有对调控的，政府会有调控的，觉得这点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还是跟国家的这方面制度政策有关系吧。我们国家这个宏观调控做的是非常好的，然后只要是这边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搭配起来，我觉得是对于国家的这种各方面，就是人民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照顾得到，而不是说有的人他是特别富，然后底下人特别穷那种情况。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基本我觉得是在慢慢的缩小这个差距。食品也缺，你去看玉米也好啊，菜油也好，豆油也好，或者去看哪怕去看棕榈油也好，那不是食品。然后包括去看其他的乱七八糟，就无论是油品还是食品、小麦之类的，其实都涨得非常厉害。你去看期货价格或者现货价格，但实际为什么没有传导到国内？其实国外价格已经上天了。我想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它一直这个所谓这个老大吧，就是一直把这个粮食安全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就是民生安全的这个压舱石，就是三农问题是根本问题嘛。哪怕说是粮食价格外面涨得再厉害，那也是期货价格的事情。对于农民的这个粮食收购价格，其实也没有太大影响，但也看具体地区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的时候国家也确实是中粮集团吧，或者说怎么，也确实担负了一些社会责任。他以前就是自己储备了很多粮食也好啊，或者说在国际上做了很多对冲也好啊，种种方式能够控制一些粮价的成本向下传导吧。这个我也是认为比较，就主要是还是中国的这个民生地位或者安全地位还是要控一下 CPI 的。这油价确实是其实也对我们生活造成了一些影响吧。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这个考量吧。一方面，油价上涨确实是对我们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利，但另一方面呢，也带动了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购入也让我们也是从另一方面去考虑到环保的这方面。我觉得也是两方面考虑的话，对，也是可以，因为可以去平衡嘛，不像是说。因为我们国家特别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做了很多小品牌，你不是说只有国外那个特斯拉嘛，它有很多品牌你可以去购入，而且价格也比较合适。对，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带动。另一方面，油价的话，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就是普通人来说，这个也不能是我们去控制的。对，而且如何因为什么去影响，我就不去深入的去讨论。对，就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我觉得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出行，或者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对，除了油价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其他的物价在某些方面涨得比较快或者下降的？其他方面我觉得都跟之前差不多吧。可能国外的一些企业，包括星巴克他们的咖啡是有涨价。对，其他的我都目前还觉得差不多。对。我其实感觉所有的物价都在上涨啊，就是金融市场上但凡是商品价格。比如纯碱的价格就涨了很多嘛，而且玻璃最近提价了，也把纯碱的上涨空间又打开了，包括农药的磷化工等等这些东西也都在涨，所有基本上市场上现在所有东西都在涨价。深圳这一两年其实房子也没怎么涨，而且还微微的有一些下跌，然后衣服其实现在也好便宜哦，到处都很便宜，然后实体店其实都比那几年便宜好多。吃的呢，我也没觉得上涨。就出去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下馆子会贵一点，自己买菜做饭没觉得上涨啊。肉啊那些其实比前两年还要便宜一些，就是猪肉啊、牛肉啊都降价了，实际上啊。我觉得还好啊，我觉得像因为疫情的话，有些地方它长期没有那个就是客源嘛，有时候我们过去的时候，还发现它会有一些类似于优惠活动啊，或者说一些折扣一样的，对啊。没有感觉这个出游的成本明显上升，对啊，包括你像那个机票，你要是现在订机票也很方便的，而且那个机票的话，就是说，当然那个燃油那个费是上涨了的，对啊，然后就是说那个，但是机票的价格的话，比之前旺季的时候肯定是要便宜一点，对啊，经常有，比方说你要是提前点订有那种3折的票，对，还挺方便的。那你会觉得房价有下降吗？
房价其实已经下降完了，我感觉深圳的房价其实从去年也不是去年吧，从什么时候啊？今年忘了什么时候了，就是从那个打击那个房产，就是一方面加房产税，另外一方面就是深圳的那个二手房成交量到了30%，包括贝壳当时跟着中概股那个事儿，还有其他的房产政策的时候暴跌，包括暴雷。其实我感觉。房价其实已经跌了很多了。如果你拿年度去比较的话呢，最高的时候应该是2021年初的时候啊，那会儿上海房价一个月涨了30%嘛，那个时候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现在房价其实深圳的房价前阵已经跌了30%多了，现在整体上在回暖，就随着房企的债务危机解决，包括随着今年下半年。大概率还要降准吧，就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的货币利差现在已经出问题了，你再通过降息的方式去做货币政策已经比较难了。核心你要做刺激政策的话，还是降准为主吧。降准之后可能还会迎来房地产第二春吧，就是包括今年稳增长政策，就是不看多房地产，但是绝对不看空或者悲观去看，就整体上感觉。就是能回暖吧，就是离前期高点会越来越近吧，这是我的看法。对，我们家那边的房价现在房价好像是，我个人觉得已经是稍微已经控制住了。对，大一线城市我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我们家那边现在房子的这个房价没有涨势那么快了。对，就是在这方面，可能因为也是人口流动啊等等方面，疫情的这个大背景下，整个。房价也是抑制住了，对，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一些，稍微就是缓和一点的空间吧，对，就这些。那衣食住行方面，你会觉得价格有上涨吗？还是就说上涨的比较慢，比较平缓？上涨比较平缓吧，没有觉得压力非常大，在于物价这方面。对，如果说啊，你突然我哪方面我觉得，哎，这怎么这么贵啊，或者干嘛，这个倒是目前来说没有这种情况，我也没有这种感觉产生。对，当我们做完了这一轮采访，能明显的感觉到油价在涨，这是没有一个地方能逃得掉的。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通过政府管控、库存放量、市场竞争和一些对人民重要的企业，宁愿亏本也不涨价，得以让国内的物价没有大幅度的增长。我们觉得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管控市场的方式。但让人们能过上美好的生活是全世界共同的目标。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视频，点赞和订阅都可以支持我们。我们下周见。